今天和小开起了一个大早吧，我们打算去见我们认识的一个新朋友 Cassie。这也是我人生很独特的一次经历，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要去采访别人，所以你看我这里别着麦克风。Cassie 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他在人生27岁的时候选择了离开公司，就是开始了退休的生活。我觉得这是我工作这么久难以想象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想和他对谈一下，听听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让他决定就是离开公司，然后自己来探索自己想要的生活。想想我27岁的时候，也就是刚刚博士毕业吧，我觉得自己当时特别迷茫，就很早就想找个班上，但是他在27岁就已经决定啊，我上班上够了，我想自己出去闯一闯。我觉得这是非常需要勇气的。我们和他约的是海边的一个地方，我们现在已经快到了。圣地亚哥海边就很多这样的小房子，这边的生活感觉还蛮惬意的，很多爱冲浪的人都会住在这附近。我们现在离海大概不到2个路口，海就在这边，我们现在已经非常近了。我们刚到海边，然后我们现在去找 Cassie， 然后这边的环境真是太棒了，我觉得能住在这个地方才是真的享受到了圣地亚哥。只不过今天阳光有点过于明媚，我们去找找他吧。我好喜欢这个环境啊！是的，对，我觉得这才是住在圣地亚哥的意义。因为我就很喜欢大海。就我觉得每个人是有自己能量场的那个地方的。就有的人可能喜欢山，有的人喜欢大海。然后我就不喜欢山，但是就我有朋友就很喜欢滑雪啊，各方面。主要也是因为你喜欢冲浪吧？我觉得冲浪的话，住在海边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是的，是的。我觉得海可以让人很平静下来。是的，对吧？而且冲浪的时候就感觉，就是那种大自然母亲的力量很大，然后你个人就很渺小。然后当你想努力跟他对抗的时候，其实你是没有办法跟他对抗的，你还不如顺着他走。我之前来加州的时候，每次看到海，我最吸引我的是，我觉得哎呀，家就在那一边。真的，其实没有很远。而且这边就天天看这些豪宅，我就觉得有一天这边算豪宅吗？这至少10 million， 至少。因为这算就是很好的那个位置嘛。我每天就在这边遛狗。你之前我看你还做过一段时期的那个，是帮人就是遛动物的是吗？对 ，Rover 是吗？对对对。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台？就是相当于你帮别人遛狗，或者它有好几种模式，你可以遛狗。你可以寄养，就是他比如说出去玩几天，然后他把狗狗寄养在你那儿。或者说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说你直接到就是他出去玩很长时间，然后他的狗狗对家里，就是他必须要在家里，但是他希望有人过去看一下，对，看一下，照顾一下，对，提供情绪价值。是的，是的。我之前住downtown的时候，就是相当于帮人遛狗，因为这种需求比较多。然后当我们一开始买房的时候，就是家里比较大嘛，然后也有后院，就是寄养狗。比如说，经常我们其实也就做了2、3个月吧，但是就可能一天家里能有7、8只狗的那种，就跟那个小动物园一样，挺有意思的。所以我看你叫动物园园长。而且就我就很喜欢小狗嘛，就觉得我原来没养狗之前，
我都想就谁有狗让我给它遛一遛的那种。啊，就我就很喜欢小狗。而且居然这个还能挣钱，对吧？啊，真的，其实我觉得我们没有认真搞，但是认真搞的话，就一个月几千美元是没有问题的。嗯，所以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就美国赚钱的路子还挺多的嘛，而且，怎么说，就这种基础的劳动也挺赚钱的。啊，就比如说一个人过来让我给他看狗看一天，可能就有个40-50美元，然后如果你一天有个7、8只狗，那就300美元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这也属于没有杠杆的行业，对，是的，吧？是的。就你完全是用时间去换钱，就是说你是 hourly pay 嘛，相当于是，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我自己收到的情绪价值，其实。啊，对，就相当于这本来就是你的爱好。是的，是的。然后何不正好用它赚个钱呢，对吧？如果有机会的话赚一下，如果不想干了也无所谓。哦。狗。因为我之前就是会在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我家旁边有个湖嘛，就是没有这么好的景致了，在湖边走一走的话，是的，也可以让自己平静下来。我之前不知道在哪里看到，好像就是说，人它比较有趣的设计，就是说你两边有那种运动的景象，它可以帮助你降低你的压力的 level。所以就比如有些男生不是喜欢开车吗？就他开车其实也是同一个道理，就是说我两边需要有景象往后退，然后我可以把我压力的程度降低，这挺有意思的。对，所以有些人喜欢走路啊，是，喜欢爬山啊，我觉得可能是类似的，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让自己的压力慢慢降下来，因为工作中可能积累了很多那种是的情绪，这还挺有意思的。我感觉可能你跑步啊，就有的人骑车、开车就一个道理。对，就你需要有一些景致的变化，它往后退。而且就是我发现我就不喜欢在跑步机，就是健身房的跑步机上跑步，但是我就很喜欢在这边散步啊，或者说慢跑，就因为我需要旁边有景致的那种感觉，有景色的变化。对，在健身房就是很无聊，就我可能走个5分钟我都受不了的那种纯粹是为了身体，不是为了精神。真的。你小时候一直都是在石家庄？对，我高中去扬州上的高中。外国语嘛。对。因为我们那小地方没有出国的学校，就甚至在我出国那个时候，我旁边没有人是出国的。哎，你什么时候决定要出国？为什么会这么小就？初中毕业吧。其实不是我决定，是我爸妈就是在我中考之后就问我，你想不想出国？然后我说那行吧。为什么会这么早啊？因为我觉得我考虑出国都是可能上了大学，或者甚至就高中吧。就是说，当时就是说，可能就是你本来思想也成熟一点，你可能觉得我可能想要什么。因为我感觉初中的时候，感觉自己傻不拉几的。是，所以肯定也不是我自己决定，就是我爸妈觉得。我觉得是我爸爸当时去香港出差，然后他就看到虽然不是说去国外，但是他就觉得香港就是有一种那种经济繁荣发展，然后就是你想干什么都能干什么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就觉得就还是得出国去看看更大的世界的那种感觉。所以你当时就专门为了读书换了一个城市。对。是你自己吗？还是你们家里都？就我自己。我在那边上高中。对。我感觉反正我基本上从15岁之后就很少在家待过了，基本上我15岁就开始，高中扬州嘛，就有很多人说，为什么你不去北京，或者其实大连也有一些外国语学校，然后我爸妈就觉得还是得去南方，就是南方可能更开放一点。就对于我们这种小城市的人来说，其实我身边很少，基本上没有人是这么做的。对，就是。而且我们也就是我们家庭也是普通家庭，就不是说那种就很有钱啊或者怎么样，完全不是。所以就是我觉得我爸妈能做出这个选择，就我还是挺感激他们的，就是有这种眼光，觉得是为我的长远的未来打算。
可能很多家长也看不到这一点。是的，是的，对吧？就是说你这个认知，你可能比如像你爸爸当时没有去香港，可能他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是的，是的，就是因为像我们这种小城市，就甚至我的亲戚、同事都说啊，一个女孩子你干嘛花这么多钱送她去上学，还不如在家待着给她买套房子这样。基本上就他们都是这种想法嘛。但是我觉得我就还挺感激我爸妈不是那种重男轻女啊，各方面的，就是他就觉得他希望给我。但你就一个小孩吗？对，他就希望能尽他们的可能给我最好的，就是其实我有时候想，我可能都不一定愿意花这么大代价去送我的孩子去上学，就我有时候也会这么想嘛。然后我真的觉得他们还就是付出蛮多的。就是我其实从小就是挺独立的一个，就是你像我小学的时候就经常自己坐公交车去新华书店去看书，然后一天看一天的那种。然后你和罗永浩好像啊。是吗？我昨天就听罗永浩说，哎呀，我最感激我父母，就小时候给我提供了很多书可以看。对，就是当然我什么都看，我乱七八糟都看。我小时候什么看郭敬明那种言情小说也看，就是三毛，就小时候就那种忧郁女青年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记得我小学4、5年级的时候就自己去商场买衣服的那种，就是我自己走路去商场，然后自己在那个店里挑衣服，就我感觉好独立哦。我就觉得我现在想，我说我爸妈怎么这么放心我，一个给我这么多钱，就是虽然他们赚的钱不多，但是他们就是给我零花钱就从来不管的那种。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放心一个小孩自己到处跑，然后他自己去买衣服，我现在都觉得还挺不可思议的，有时候。就是你很小的时候，爸妈就给你一种很强的信任感。是的，就他们觉得就是说我不是要管控你的所有，就制造一个 bubble 在你周围，对，就是说我觉得你是一个很独立的个体，你可以管理好自己的安全，是的，然后金钱，对吧？就是说我给你一些让你去负责的东西，就是说你要对自己负责。对，就是我感觉尤其金钱观就是因为我看到有一些家长就是说非常控制孩子零花钱是多少，就是他，因为他本质上他是觉得他不相信孩子可以管理好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作为家长的话，我可能就会给他一个零花钱，然后一下给他就说这个就是你自己负责的，你要花完了我不会再给你，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这些就是你的钱，就是你可以自己想买什么买什么，但是你要自己去。我觉得小孩可能一开始就一下子就花完了，然后他知道没有钱了，所以下次他就会觉得我要开始就是不能提前消费那种。对。当一个人一直没有钱，然后突然有钱的时候，那他肯定就想花。但是当你一直就是知道要自己管理财富的时候，你就会想怎么样可以就是合理的。那个鸟直接飞过去了。那我顺着你，其实这个我就在想，就很多人他说，比如什么女孩要富养啊，或者男孩要穷养啊。其实我觉得更重要，是不是就是说，我得让他自己要承担一些责任，对吧？就是说，不是富和穷，就是说我需要让你，就是说首先我尊重你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然后就是说你有很多责任呢，就是有很多信任我也会给予你，是的，但是你需要自己就是说做出一些事情来获得这个信任，是的，对吧？而且我很讨厌这句话一个原因就是，它相当于就是说你是女孩，我就要好好保护你，然后我觉得这个富养的背后含义就是说我保护你，这样你以后可能不会被男人骗啊，或者怎么样，对，就不会跟着有一点好处你就跟着走了嘛，对，就这个意思。但是本质上他没有想说把女孩培养成一个独立个体，就是为什么男孩要穷养就觉得我要锻炼你，对吧？要先吃苦。对啊，就是为什么这跟男女有关呢？我不觉得这个应该根据男女有关系，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还是看你孩子是什么样的性格吧，就肯定也是有那种偏独立一点，但也有可能需要那种
更多积极鼓励的，所以还是说看孩子个人，而不是说就完全根据性别来说怎么样。我觉得那其实你小时候这些经历，可能就能看到你现在的一些影子。是的，是的。我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就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去图书馆，然后我就能看到一个，就是我能可能小时候我不知道你看没看《重案六组》就那种刑侦片，我就看很多这种刑侦片。我现在也很喜欢看那种 Criminal Minds， 那个李成儒嘛，那个。是的，是的。然后我就记得我在小时候，在新华书店看到有一个人，就是看着就贼眉鼠眼，就不像好人。然后我觉得他可能是在跟踪我。然后我就比如说我上3楼，然后我看他有没有上3楼，然后发现他也跟着我上3楼，然后我下2楼，我发现他也跟着我下2楼，就是那种能明显感觉到他在盯着你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自己就偷偷在厕所就自己待了20分钟，而且我也就盯着他眼睛看，我告诉他就是我发现你了，这样你不要就是觉得我是好欺负的那种感觉。然后自己在厕所待了20分钟，然后出来看见没人，自己就跑了。我觉得好厉害啊！我觉得这是一种天性吧，就我还挺敏感的，对，就是你要对自己的安全负责任嘛。是的，是的，对吧？就是说你不是活在一个泡泡里面，对，就你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面的，所以你需要和钱打交道，你需要和不管好人或者坏人打交道，是，然后你就需要慢慢发展出这种就是敏感度嘛，对吧？对。所以这也可能为什么我觉得我爸妈放心我的感觉，就是他可能知道，就是我觉得我比他们警惕性还高，所以我有时候其实更不放心他们。我觉得这种是相互的。是的，相互的，就可能就是说你也给了他们这种信任感嘛。对，然后他们才会就信任你。是的。反正我们只是买个咖啡嘛，我觉得这种走的形式还蛮好的。我现在甚至都觉得我们不用专门坐下来。是吗？那咱们接着走吧。那咱接着走得了。然后你当时在扬州就是自己生活在哪？是的，是的，就是我是在一个寄宿学校。然后我可能第一次是我妈妈陪我去的，去那个学校，然后之后就我自己了，就我自己去。然后当时小时候自己一个人坐15个小时的火车，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硬座还没有什么高铁，就还比较小嘛。我现在想我自己还挺厉害的。在扬州的时候，一开始因为我是北方相当于小城市来的，就是直接去的外国语学校，然后我的同学就是英语都很厉害，因为他们肯定就是江苏教育水平会高一些。对，教育大省。是的，是的，就我一开始就大家都好厉害，因为我原来就不能说非常学霸那种，但是也是中等偏上，但是可能到一个新环境，我就完全是那种相当于是最后一档的那种，因为大家都很厉害嘛。我记得第一次考托福，可能我的同学就能考90多分，然后我就考60多分。会有这种落差感吗？一开始是有的，就觉得大家都好厉害。然后那没办法，就自己努力呗。所以我感觉我是一个，就我必须在怎么说？强者环绕吗？对，就是我不能当鸡头，我一定要当凤尾的那种。就是如果我旁边都是比我厉害的人，那我就知道我怎么去变得厉害，我怎么就是跟他们学习，这样我慢慢自己一点一点的，也就是慢慢进步。可能也是一个祛魅的过程，就你之前会觉得哇这些人好厉害，但是你和他们生活久了，其实也就是普通人嘛，对吧？他可能只是某个方向比你做得更早一点。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就是你可能是不知道，就是说他们怎么样，就像可能就是比如最顶尖的富豪，我们从来没见过，对吧？是。如果你生活中天天都是这些顶尖的富豪，其实你也觉得没有什么，是，可能都是差不多，因为人和人之间能有多大区别呢？其实我还是不觉得。我觉得有些时候只是自己脑子里想的，哇，他肯定非常厉害，或者怎么。是。然后我们去佛罗里达的时候，就很多那种退休的老年人在那边嘛，然后再加上海也是死的，也没有人冲浪啊，各方面的，
就是这种自己要死在那儿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就所以我们当时选，还是不要去佛罗里达了。就加州的海更有活力一点。是的，是的，这边是有浪的，那边没什么浪能冲。OK。所以海和海还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当时也想，如果去佛罗里达，就是又不用交税啊，各方面也挺好的，但是还是待不下去，还是得就是在自己喜欢的地方去。在圣地亚哥的里面，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就比如天天只是上班啊，是，还有点浪费。我觉得真的还是有点浪费。可能因为我一直没去公司上班，所以我就希望就是家附近就比较舒服的一个环境。对。那其实来美国读书是在 Rochester。对，15年，我15年过来的。然后那边其实应该是一个比较，应该是一个算人都比较好的一个小城市吗？算小城市。反正挺学术的，就是那个城市除了学校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都是学生和老师。因为就很小很小的城市，我去的时候连 Uber 都没有，就是我要如果我要去机场的话，我要给那个出租车司机公司打电话，OK， 然后说我预约一个早上凌晨4点的飞机，因为回国的那种飞机都很早嘛。然后我还要担心他那个司机有没有睡过，就是会不会来，因为他可能就那么一个人。你不会还需要给他打电话吧？你起了吗？我真的有过，因为有一次他就是迟了，然后这样就因为我不想 miss 掉那个国际航班嘛。然后我记得我们当时坐出租车去就是那个城市唯一的一个 mall，然后出租车就要花$100的那种，就是当时而且那是15年的时候，对吧？真的。那你来了美国会觉得有什么不适应吗？我觉得你应该挺适应的吧，因为你本来就是在外地读的中学，对吧？而且那时候更小，我觉得读大学可能反而也没有什么关系。是，我觉得我还行，我挺喜欢我自己想干啥就干啥，没人管我的感觉，所以我还可以。可能因为我高中也是在寄宿学校读的，所以我已经习惯就是不在家的那种环境。那你在学校有什么爱好吗？学校的话，你这么自由，就没有任何人管你。所以我当时，其实我现在，因为我当时也录了 UCSD，然后当时就是看排名嘛，就我之前从来没有来过美国，然后就是我当时那个学校排名更高，我就想，那你当时就觉得肯定要去排名更高的学校。后悔了吗？后悔，我太后悔了。如果我当时大学就来 UCSD， 我觉得我可能就是更开心一点。因为我那边就又冷，雪又多，天天在铲雪。其实我觉得美国的学校可能也是，除非非常非常就是 top，我觉得要不然其实地方还挺重要的。真的。因为我发现很多招聘的时候，他可能也会有很多 local 的那种校友圈，对吧？就是说我会招本地的人。是的。当时谁不知道呀？当时那个时候留学没想那么多，那时候可能就想着什么排名高。你是有中介吗？还是都自己弄？我的中介算半 DIY， 就是因为我当时是在新东方外国语学校，就他们本身就有自己的中介，但是我当时就找了一个相当于是半自由 DIY， 就是他只帮你修改文书，然后其他都是你自己干的那种。就他只负责一部分的服务。对。但是整个操作，比如选哪个学校，就是说可能是需要。他可能会给你参考，但是就有的中介就全包嘛，就是你申请他都帮你填。他可能需要看你是什么样的人，对吧？你适合做什么。其实那些中介我觉得都挺靠谱的。涉及职业规划吗？不涉及。那时候高中到大学的时候不考虑职业规划，只考虑能不能上一个排名高的学校。我最近突然很迷那个国内有个考研讲师张雪峰，其实我觉得挺重要的。我觉得他跟很多高中生讲的东西，就是说，高中生想的，就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对机械的想法，对，我觉得可能就是去做车床，
拧螺丝。但我可能真的只有比如读了大学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机械是学机器人，对吧？是。可能还需要学人工智能。是的。然后我觉得好有趣啊，但你根本不知道，因为你有很多东西都活在自己的幻想里。是的。就你可能觉得某些工作好浪漫啊，比如做海员可以出海，对吧？但是没有人来告诉你这个现实是怎么。但我觉得现在 AI 可能会好很多。我觉得当时反正我出国的时候，不像现在信息这么多，就也没有什么小红书啊之类。就现在信息多之后，对，你可以更了解更多嘛。当时的话，你只有相当于谷歌上搜一搜 ，Wikipedia 上搜一搜，看看排名。对，我当时还是看论坛。我当时出国是有一个叫太傻吗？还是？反正有一个论坛，是的，我记得。然后你要去看他们的帖子，然后他说啊，我被哪个学校录了，然后你要去看他GRE 多少，然后托福多少。是的。就现在我觉得挺好的，就年轻人信息更多了，比咱们当时完全不一样。真的。现在完全不一样。原来就是傻读书，现在还会想以后好不好找工作。我当时完全从来没有想过找工作的时候，就想着要升个好学校。我觉得 AI 可能最先影响的就是教育。是的。它把整个教育知识的门槛拉低。挺好的。它好像还有2楼。对的。它好多咖啡可以选择。那一天工作8个小时吧，比上班工作时间还长。我感觉还有一种博主的那种感觉。谁啊？你有吗？没有，其实我真的只是比较，我只对这件事情比较感兴趣，因为一个小小的 story 就是说我高中的时候，其实我当时蛮想当记者。对，然后但是我学的理科嘛。当时就是我小时候可能对我影响比较深的，就是当时美国刚刚出911的事情，在2001年，我小学的时候。01年。对，然后当时我经常看一个电视台，我们那边能搜到，叫凤凰卫视。然后我当时觉得好酷，因为它和国内的很多媒体，因为国内的媒体你知道它那种 setting 就很不一样，就可能和你爸爸刚去香港，就比如见到那边的世界，我觉得有类似的感觉，就是说因为凤凰卫视在香港。是。然后当时我就看他们，就是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姨妈给我打电话说，哎，你们快看凤凰卫视。然后那天晚上挺晚的了，我明天要上课，小学5年级还是6年级。然后当时凤凰卫视就直接切的美国 CNN 的画面，我当时根本没有第一次看美国电视台。然后我觉得虽然不能这样说啊，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个 tragedy， 但我当时不知道嘛，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你觉得就是好神奇哦，就是你是可以看到地球另外一边正在实时发生的事情。是的，尤其小的时候，就你的世界就是那样子的嘛。对，我觉得我的世界就是，比如我在重庆嘛，然后我觉得就是我周围的那样一个世界。然后你看的新闻，也就是那种电视上经常会播，像重庆我们那边有那种就是家长里短的节目，对吧？对，我也特别喜欢看那种。其实我之前对美国没概念嘛，都在新闻里看到。然后那第一次我就觉得很神奇，好像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真实的另外一个世界，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世界。所以我觉得可能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说，我觉得做一个记者还蛮好的。你好像就是观众的眼睛，他可以去另外一个地方，带大家去体验另外一种生活，体验另外一种世界。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内容创作的概念。是的，是的。那我觉得那是一个唯一的选择，就你只能做这个工作。所以其实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当时还蛮想做记者，但是因为我本来学的理科嘛，然后国内其实记者又有很多，对吧？所以后来就慢慢祛魅了。但是我觉得我对这件事情本身，我觉得我是很感兴趣的，带大家去看这个世界上真正发生的事情，看看别人是怎么样真实的生活着。是的。我觉得其实和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在这边就召集一些朋友，大家聊聊天，我觉得是一样的。对对对。有些时候看到的东西就是
你没有见过的一个世界，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对，就有一种你是观众的眼睛，你帮他去看到不管是不一样的国家、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不一样的人，就是有一种 bridge the gap 的那种感觉。对，而且不管 good or bad， 是的。所以其实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电影类型就是纪录片因为我觉得纪录片有些时候就是真实，它是非常有力量的。是的。虽然它可能只是给你展现一种片面的真实，但它毕竟是一个真实的东西。是的。它能给你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在历史上的一个片段，然后这个片段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它可能已经不需要就是剧情啊怎么样。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趋势，就像 Joe Rogan 他的那种4个小时的一个采访，因为大家可能你看新闻是一个非常不能说碎片化，但是它有一点，就现在媒体有点很就是高度概括是吗？对，或者说它会控制你的视角，就是你不就媒体给你是你想看，是他想让你看到的一些东西，就有一点偏离这个记者本身的一个初衷吧。但是那种就是在一个3个小时的谈话里，你是没有办法掩盖一些东西的，而且它是不剪辑的嘛，他就直接从头到尾3个小时就一直聊天。所以我觉得大家是需要那种真实感的那种感觉，就是像现在罗永浩就是采访理想那种，也是4个小时，我觉得他可能也是想往Joe Rogan那个方向走，就是访谈的话是会有时候会有目的性大，或者说他不能说一个很全面的一个真实的记录吧。我觉得可能这种访谈你是没有办法，肯定也可以掩盖，但是你掩盖的东西会相对少一些。然后我感觉好像最近有鲁豫也是有很多那个严重话术。是的，是的。因为我小时候我记得我也看鲁豫的书，就是我忘了叫什么书了，但是就他好像也是凤凰电视台之前对对对。然后对，就还有什么锵锵三人行这是我最喜欢的节目。是的，还有当时什么梁文道，对，还有那个男的锵锵三人行的主播叫什么来着？窦文涛。对，我就很喜欢他们就是聊天，然后还有我特别喜欢那个李松蔚，心理学家。是的，是的。就有一种就是可以听他们谈话也很有意思的那种感觉。对，他基本上就是我来美国之后，我读书就读了5年嘛，我基本上就是靠锵锵三人行下饭。是吗？对，因为我觉得他们那种形式非常好的，就是说他们聊一个共同的话题，但是每个人有不同的角度。是的。就慢慢你会觉得其实人和人是很不一样的。就是说是需要一个很多元的一个视角去看同一个事情，就没有对与错，但是你要承认就是说其实大家有不同的声音，看同样的事情有不同的视角。我觉得认知到这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所以当时他这个节目停播的时候，我当时正好快毕业吧，其实我觉得非常可惜。然后他后面就做圆桌派嘛，是，圆桌派就4个人，其实我也蛮喜欢的。其实我里面最喜欢的嘉宾后面出现这些嘉宾，我最喜欢的是那个周轶君，是一个女生，对，然后她就给我一种就是那种女性特有的力量。是的。然后又有一种那种妈妈那种就是很温暖的感觉。就她既很强大又觉得很温柔。然后她之前好像是那种战地记者那种，她报道中东的。是。然后我觉得她就给我一种那种特别安心的一种力量。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难的。是的。其实我觉得你身上就会有一点，就是有点笃定，就是说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说我也不是很确定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会有一种就是勇敢我觉得这种感觉我觉得是怎么说呢，就是很让我佩服的，很让我佩服。我觉得是我原来一直是一个目标特别明确的人，就像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我记得我爸就跟我说你要读博，就这就是你的目标，你就要读博。我觉得他的对我的人生规划就是
美国读博，然后回去高校当老师，就过得很舒服的那种。然后后来我慢慢走，我从大一开始这就是我的目标，然后我大一就开始进实验室发 paper，然后甚至还去什么俄罗斯，还有国内光机所各种做研究。就是我觉得我当时在我的领域内，就对于我的怎么说，对于我当时的怎么说，我的 grade 叫你的年级来说，就已经就你是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对吧？对，就是然后也在那种就是我们光学的那种 dream company 大三就实习，就我觉得这还蛮少见的，基本上都是可能研究生博士才实习的那种。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这不是我想要的，然后就是我其实并不喜欢做研究，我是一个我对很多事情都感兴趣的人，但我不是那种能坐得住能把一个事情研究得非常透的一个人。就是我对很多事情感兴趣，但我可能学得很快到80%，但你让我再往上走，就到那种就你不是那种科学家那种 style。对，就是我可能这是在我在光学第6年，就比如说我大学上了4年，然后研究生读了2年，在研究生的第2年我才意识到原来其实这不是我想走的路。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的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就你计划得很好，这是你以为你想要走的路，但是你会有很多变化在过程中，但是这个变化它不是一件坏事，其实这些变化基本上都是一件好事，我觉得这恰恰是最有趣的地方。对，如果你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按照你计划走，其实有点 boring。 是的，所以这其实是一件好事。然后后来我就发现我就不做计划了，我原来是那种什么5年计划10年计划，但是我发现我每次都不会按照我的计划走，但是我不按我计划走的事情其实都是好事，那我就没有必要做什么计划了。可能我就做个半年计划，我下半年想干什么，就有一个短期可能半年的一个目标，就对我现在的状态是 OK 的。那你当年本来是打算要读博，对，所以然后你在第2年的时候发现这可能不是我想做的方向。是的。然后你是怎么就 quit 了吗？就拿一个硕士就走人？对的。就因为我当时那个研究生老师很聪明，就什么本科 Caltech， 然后 Caltech MIT 这种。OK。他跟我本科导师还认识，就他们还是那种师兄弟的那种，好像就也都是领域内很强的人。然后我当时研究生的就同一个实验室的其他博士生都是什么 MIT 毕业啊，然后每天基本上早上10点到实验室，晚上10点走的那种，又聪明又勤奋。对，是的。然后我发现其实不是我想要，就我对这个事情没有那么感兴趣。我觉得我之前做这些事情的原因更多是说我有一个目标，但这个目标并不是我想要的。那你是那个时候转码的吗？还是？对，我是研究生第2年转码，因为我发现不读博的话那就找工作呗。找工作当时我快毕业的时候，那时候正好是疫情，就是光学的工作其实我也可以找，但是疫情的话，就因为都是实验室的工作，所以就是基本上不招人的那种。然后你没有身份的话，你在美国根本留不下来啊。对，你没有工作你就要回国的那种。对。我又想留在美国，那说白了没有别的选择，只有转码。就当时可能转码的人相对比较多，所以也是有这种大家都在干这件事，那我也就干吧。而且这说白了，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只能以这个方式来留在美国。所以并不是说你对计算机喜欢或者怎么样，就是说你有一个很强的目的性，就是说首先我要留到美国，我要好找工作，对吧？对。然后筛选出来就是说转码就是一条可以走的路。对。然后你就朝这个方向去。因为当时我没有别的，你为了生存你没有选择。不是，就是肯定你的目标是做你想做的事、喜欢的事，但当你没有选择的时候，那你只能先生存，然后再去考虑其他一些东西。对，需要做一些妥协。是，但其实我也不讨厌，因为就是我觉得做程序也挺有意思的。做程序的话，不像做实验，做实验你可能花很长时间才能看到结果，然后甚至这个结果说白了也有一点人为控制在，就是你想让往它往什么方向走，
对吧？你做实验的人其实也知道，不是有个预先设定的结果是吧？是的，是的。哦。但是我觉得写码挺有意思，就是你马上就能看到，哎，你写出来什么样，它呈现什么样，然后有 bug 马上告诉你。就是我至少对这个不讨厌，对。然后转了码之后，可能找工作就比较顺利。对，我其实还蛮幸运的，我自己学了半年，然后在我毕业之后过了1个月我就找到工作了，所以基本上从开始转码到找到工作，我可能花了6个月的时间。而且你那工作很好，还挺好的，我觉得又轻松又自由。是的，是的。哦。那你当时就就做程序员，对对。然后进了公司之后，你是很快觉得这不是你喜欢的事情吗？是的。就我一上班我就很讨厌上班，我甚至都说不出来为什么我讨厌上班。第一份工作就不喜欢？不喜欢，就是首先我对升职加薪没有什么追求。就我觉得我不是很想努力的去升职去加薪，就从来没想这些，我就觉得拿份工作赚钱就可以了。然后以前也是觉得怎么说，上班的时候其实我可能一天工作2-3个小时，然后也是在家。但我发现，因为你是完全远程的。对，我完全我都没有在公司上过1天班。上了3年班，没在公司上过班。所以这个工作其实在很多人看来很好。对对。每天工作2-3个小时，然后远程，你可以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工作，对吧？是的。然后赚的也还可以，就对于程序员来说，就已经是你能选择的赚的，就薪水最高的，就对于工作来说。然后我就觉得，如果这种班我都不愿意上，那我可能真的不愿意上班。对。但是你现在有回想，就是你觉得是哪一个点就是会压垮你，就说我没有办法上班？我觉得我本质上是我喜欢自由，但你很自由啊。对，但是我不喜欢那种就是我需要跟别人汇报任何东西，然后做的东西也不是我感兴趣的。就我一定要做自己，是我真正想学习、真正想去研究、感兴趣的事情。我就比如说我们做 project 什么的，我做出来我也没有成就感。然后就我对可能我对我的做的产品也不是很感兴趣，我觉得这可能也算原因之一。就觉得没有意义是吗？对啊，我就上班拿钱打卡干活，这就是我的全部意义。就你可能需求需要更高一点，对吧？就是说你可能觉得挣钱本身都已经不够满足你了，你可能需要有一些精神上的追求。你觉得我做的这件事情，至少我自己要认同它，至少我自己要觉得有意义。是的，是的。我们可以往这边走，这边挺好的。就是反正我一开始我是很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会这么想，因为就很多人就说你上班赚钱不要想那么多。然后我听了一个杨天真的博客，走，就说就每个人上班想要的是不一样的，就有的人对于他们来说上班拿钱，然后下班不用想，过自己的小日子就可以了。但是只是说对于我来说这不是我想要的一个。你觉得甚至每天2个小时3个小时你都不想浪费？对，也是的。而且我就不喜欢那种，就虽然说你只是真正干活是2-3个小时，但是就还是有人管着你的那种感觉。理解。你懂吗？就是我需要跟别人 check in， 我需要 stand up meeting， 然后我自己也不能决定很多事情。当然这是公司的一个工作方式，这没有问题。只是说我觉得可能不是适合我的一个方式。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要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吧。那你当时立刻就决定了要辞职吗？没有，没有。我是基本上我工作3年才打算辞职，不是说我一上班就打算辞职，但我一上班我就知道这不是我的终点。就我知道我要找一些东西，就我要干点别的事情。但我可能相当于3年我在找我到底要干什么事情才能不上班。因为你还是人还得活嘛，你也要
有收入啊，有钱，才能保持温饱或者你想要的生活方式这种。所以这3年时间你是有尝试做别的副业吗？对，一开始比如说那个 Rover 算一个。就是养狗，帮人养狗。帮人养狗。然后后来就是房地产，因为我对房地产就一直很感兴趣。小型车，我们往这边走。可能中国人那种脑子里就一定要，我从小就是我也想住大房子，所以我就对房子很感兴趣。然后我毕业第1年我就加杠杆买了2套房。后面都租出去了。就是我就觉得哎，房地产可以赚钱，然后我也喜欢研究这个，那就在一直研究房地产，相当于就也做过长租，做过翻新房子，还有做过 wholesale， 就是倒卖。对。所以相当于也做了蛮多其他副业，我感觉我花在副业上的时间比花在我主业上时间更多。那这种状态不就是很多人觉得理想的状态？我有一份工作很稳定，他给我钱，但他不占用我太多时间。但另外一方面呢，我又有一个副业，它可以带我去做一些我想做的事情。那你觉得当时是什么让你就是说觉得我要就是放弃我这个工作呢？就是说来纯身心就是做一个副业。我觉得可能还是说，因为就算我上班不忙，但是这边有鲤鱼。你看 koi fish。这个地方好棒，就是一个 resort。对。就有点夏威夷风情的感觉。我感觉可能还是不喜欢被束缚着吧，就我还是更追求自由，就是甚至那么一点点束缚，你觉得你都没有办法。对，而且我觉得虽然说我可能实际工作时间不长，但是上班的话，你总有那么一根弦儿是紧着的。就是因为你像咱们做东西都是一个，不是说你比如说你打卡上班下班你就不想着了。就有些东西你可能是需要用脑子想一想到底怎么做什么方式实现 pros and cons， 然后你的 project 可能都是比如说1-2个月2-3个月你也会有 deadline。对，就虽然说我实际上班时间不长，但是我脑子是一直在想着这件事儿的。所以我当时上班期可能更多是我希望一个就脑子什么都不想的一个状态，就什么都不用考虑，就完全放松的一个状态。就我觉得我需要给自己放个假，更多是因为上学的时候你就永远想让下次考试怎么办，或者说之后找工作读研怎么办。然后上班之后就永远想让你的下一个 project 怎么办，就你永远是在想着一件事。我可以理解，就是说有些时候我甚至已经周5了，对吧？然后我可能开车是去某一个玩的地方，是的，但是我在路上我可能还在想着我工作上的某一件事情。是的，就是你没有办法就是完全把一些东西放下，就并不是你走出公司你那个雷达就关闭了。是的，就是说你可能还是会要 process 一些事情。是的，可能有的人是可以做到这种，但是我觉得我可能还做不到。而且我觉得可能公司给你这么多钱，它也是一个你的就是消耗你的情绪价值，不仅仅是你的就打卡上班那段时间，就你一直要想着这些事情。你想要你的 project 就是完成的比较好，有很多客户，有很多用户，各方面就是其实你24小时你都是在想这件事的，只是说可能有时候你想的多一点，有时候你想的少一点而已。然后你就会觉得真的东西还有蛮多，是的，很美好的东西。我之前跟朋友说，就是说圣地亚哥最美好的东西都是不要钱。哎，真的，大自然都不要钱嘛。对，很多好的东西都是不要钱。
哎，那接着刚才那一个，就是说，那你在就是说决定，比如这一天我要 quit，然后你之前你是算过什么账吗？你肯定首先要算经济账，对吧？对。然后你肯定也要考虑，就是说我接下来之后干什么，对吧？是。我觉得可能一个是就是投资钱也差不多，然后也有一些被动收入。你是怎么算呢？就是说你是，因为我在想，如果我辞职不做或者裸辞，我总要考虑，就是说我每个月的最低花销多少钱？是的，是的，对吧？然后最低花销就是说我能不能是我现有的资产就已经够了呢，还是我怎么样来实现？对我的话，就是因为我大概知道我可能舒服过的话，一个月$8000就差不多，对于我来说。我想要的也没那么多，所以就是我的被动收入可以 cover 我的生活花销就可以。然后当然你的收入来源的话，各个方面吧，就是不管你是股票分红啊、房地产呀，其实我发现一个股票它就是专门分红股，所以你投个2-3万一个月就能有个1-2千的一个回报。真的？所以当我发现那个之后，我就觉得没有必要上班了，就辞职吧。就当时你觉得你的被动收入已经可以养活自己，至少我不用太焦虑钱的这个问题。OK， 然后当时你就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今年1月份吧，我今年1月份辞职的。然后其实我刚毕业，27岁、28岁。我今年多少岁？27岁吧，应该是27岁。我97年的，97年底。差不多27岁。27岁。27岁就辞职。是的。挺厉害。挺厉害的。我上班第1年我就研究什么 FIRE， 你应该也听说过吧？就是什么提前退休啊，然后就看其他人都是怎么实现的呗。基本上就是你工作，然后一直投资，不管你是投资房地产、股票、黄金，还是各种的，就是通过投资来，你的被动收入能 cover 你的生活开销，就差不多。当然，我也不能说算完全退休，我只是说我现在我可以短期不用再考虑，就我必须要工作这件事情，就我是可以，不管怎么样给自己放个假也是没有问题的。不行就再回去找工作呗，对吧？你不管工作好找不好找，就想找总能找到。那你退休了之后第一件事情去干嘛？我先回国玩了一圈，就是因为我一直，虽然我说我之前也是说一边上班然后一边到处旅游，但是感觉还是不一样，因为你怎么不一样？因为你还是要打卡的，就是上班你还是要打卡的嘛，就是。比如说我可能1年能请个1个月多的假，是真的不用想上班这件事儿的。就我们公司其实假蛮多的，1个月好多。是的，就我同事好多什么都在哪儿，在菲律宾待了几个月，当然他也是在上班那种，但是他就是请假也蛮多的。然后，但是虽然我在旅游，但你还是说你是要干活的你懂吗？就是你不是说那种完全就是享受旅游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也觉得，就是我希望能在一个地方多待久一点，就不是像那种游客走马观花打卡的那种，就更多是在一个地方至少待像旅居是吧？对，就住在那，半个月、1个月，然后能体验一下当地生活的那种感觉。然后，对，所以我辞职第一件事就回国玩一圈，然后亚洲基本上，泰国、越南、香港，还有哪儿？然后国内一些城市，日本，对，基本上都转了一圈。你会觉得很轻松吗？还是你会觉得虽然很轻松，但是因为毕竟不上班嘛，毕竟上了3年班嘛，就是说，就你会觉得和你当时离开公司的时候的想法一样吗？还是你觉得当时是想的很美好的一个状态？就你懂我的，我懂你的意思，然后我在想我怎么回答。我觉得可能更多是一个心理上的放松，就是我可以完全不用想任何事情，就是玩就好了。
我觉得这可能是作为东亚人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一个状态的那种感觉。东亚人就有些时候，我觉得我从小的教育有些时候会让我玩着心里有点慌，是啊，有点罪恶，对啊，你知道吗？就是说，哎，我怎么能一直玩着呢？对，怎么能一直玩着呢？就是说，或者不干事啊，或者对啊。就是你从小学你就想要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高中考好大学，就你的人生感觉是有一个目标的，对啊，就必须要有一个目标。然后大学就说要找好工作，然后好工作之后又开始焦虑一些其他事情，就感觉从来没有真的说放松过的一个状态。然后我妈妈也是就是退休了嘛，然后她也说，就她退休之后才觉得是真的放松，就完全什么都不用想。虽然她上班也不忙，但是你总是有那根弦牵着的。对对对。那你真的开始玩的时候，你是真的放松？对，没有罪恶感的放松。没有罪恶感，我觉得挺好。可能你上班也不久啊，上了3年班也不久。是因为我觉得，说白了，你就活这么一辈子，你真的能说什么都不用考虑，然后就玩的时间真的不多。对。那你是这一趟玩了之后，然后才开始考虑我要做点什么事情？对，我在国内可能待了4个月，然后今年6月份回来之后才说要干点什么事情。然后你当时有 explore 什么不同的吗？有啊，就是我一开始想可能几个方向吧，一个是因为我是程序员的话，我可以找一些程序员的 contractor 的职位，然后YouTube 自媒体也是一个方向，还有或者说我之前的房地产，然后后来算下来就觉得可能还是各种比较吧，因为你做 YouTube 的话，你可能第1年你都赚不到什么钱，对，前100个视频都没人看。对，然后做程序员 contract 的话，我觉得又是回到我之前的那种生活方式，就我还是就我觉得也不是我真的想要的。然后现在想的生活方式就是就是抖音带货。这是一个什么行业？就跟国内那个李佳琦带货嘛，要不你是直播，那你需要一天都直播不是，它有2种方式，一个是直播，一个是短视频。一个是直播卖货，一个是短视频挂链接卖货。我觉得我不是那种精力特别高，可以一天都能讲话那种人，所以我走的就是短视频带货的这种方向。就你自己录一段是吧？对对对。那这种你需要自己去选品啊，然后这些东西吗？需要，本质应该其实是需要的，但是对，我之前也考虑过做跨境电商，因为很多人也做跨境电商嘛。但是我发现跨境电商其实是不难，但是它其实也有很多 moving parts， 就比如说你要囤货啊，你要选品，各方面的，就是你要从头到尾整个把这个链做起来。对，然后这个竞争也挺激烈的，就是国内也很多人在做嘛。然后我想着说，那我的优势可能就是说在美国，然后我可以做美国 TK 带货，这样的话我不用选品的话，我选什么品都行，我想带什么带什么，所以就没有那么多选品的限制。我也不用囤货。不需要囤货吗？对，因为我只要带货就可以。就比如说你有一个商品，我拍个视频，有人买的话你给发。就相当于你买还从我这买。对。然后你只是相当于起到一个 marketing 的作用。对，就是 marketing。然后你从中间提成佣金，对。所以你也不需要去担心我的库存啊，然后物流啊，不需要，就这些全都不用担心。而且甚至我想，因为你做跨境电商，你也是要做 marketing 的，就不是说你一上货就有人买，你也是需要考虑 marketing 的。所以那我还不如就只干中间一块，然后把它做到很好。因为我觉得到最后你都是 marketing， 就不管你的选品啊，你各种乱七八糟物流，你到最后真正能取决于你是不是能赚钱的话，还是说有没有人买你这个产品，对吧？那反过来的问题就是说，怎么让大家来你这买？所以你就要做一些，现在美国抖音的逻辑就是说做一些爆款视频，就因为相当于你的媒体杠杆嘛，你的视频被看到更多，被更多人看到。
可能性，别人从这儿买的可能性就越大。你比如说，如果500人看我视频，那可能最多一个人买。那假如说有500万人看我的视频，那这一个人，那可能就是明白1%的人买，那也是够的。所以你的视频其实就是说，卖货是我的目的，对。但是我怎么通过这个视频的设计，让它就是更有创造性，或者更吸引大家来看，这是你需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对，这也是你这个，比如这个行业里面做的好与不好的一个区别，对吗？相当于就是短视频销售，就跟你在之前咱们国内也有那种电视购物，就是介绍产品嘛。然后国内的话，你直播买东西也是介绍产品，然后美国的话，相当于就是短视频带货，一个道理。就是 sales 和 marketing。而且我觉得现在，尤其我刚干一个月不到，然后我现在看所有东西，我觉得其实都是 marketing。就你为什么买苹果的产品，它也是 marketing，对吧？你要真说就这个产品真的，就它的成本不高，不是说大家不是因为说这个东西便宜啊或者怎么样他才去买，因为苹果是 status， 对吧？我觉得情绪价值也有，情绪价值对吧？就是说所以苹果当时我听他们就是Johnny Ive 嘛，就苹果的那个设计师。他说我们这个产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让用户觉得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在意你了，然后就是让用户有这种感觉。但就像你说的，就是说我卖的虽然是个产品，但我从工业设计我是让用户有某一个感觉。是。那我觉得我卖化妆品可能也是，我要让用户有什么样的感觉？对啊，化妆品就化妆品。是啊。可能就是说这家和那家真的。因为我之前学化学，我觉得从化学角度可能没有那么大区别，都是 marketing。 那我为什么要买这家？对啊，本质上都是 marketing。 可能它让我感觉好，对啊，不是真的效果好。是的，甚至奢侈品都是 marketing 啊。你要真说它这个包，它成本可能几百美元最多了，但是它为什么能卖到几千或者几万美元？那就是 marketing。 对，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技能吧。就算这个东西它不能长期下来，我觉得他可能不会说我10年之后还干这件事情，但是我本质上是我研究这个市场营销的这个东西。但这个东西你是需要去学，还是就是说，因为像你之前就是你跟我聊的时候，你不提到说你认识了一些卖货的，可能才18岁，对，他可能就已经每年能挣5万，每个月能挣每个月能挣5万，对。我猜他肯定也不是我去哪儿学习来的，他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觉得？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没有人，我觉得本质上这些人的本质上是他的学习能力很强，而不是说他本身就是一个市场营销的人。就这个人你把他放到什么别的地方干别的事，他也会很成功。因为他是愿意学习、愿意钻研，他相信自己能干成事儿的一个人，而不是说我本身就是一个市场营销人，我本身就是一个销售，并不是这样的。当然可能会有一些性格会促使他去做这方面的事情，就比如说一些可能更内向的人，其实我也很内向的人，他不会往这个方向走，但是因为这不是他自己嘛。对，但是。我觉得可能都有吧。其实有时候内向的人是更适合做销售，因为你对这些东西更敏感。有时候外向的人，他只考虑自己，他只想说自己想说的东西。但是内向的人他是会考虑对方、考虑客户的一个心理状态。因为你销售，你不是卖自己，你是想说怎么样去满足你的客户的一个需求，怎么能站到对方的立场上。对。所以，而且我觉得就是。当然说你要做到任何行业的1%，你是需要一些天赋的。但是我觉得你要做到 top 20% 是任何人都可以达到的，没有这么难。对，只要你愿意学习，走对的路径，都是可以达到的。可能说有天赋的人他会更快一点，这个是有的。但是你只要愿意去做，我觉得你达到一个中上的水平，任何人是都可以的。但我觉得这个更多可能是从战略层面，就是说方向是这个方向嘛。但是比如你做了1个月的话，就是说从战术层面，就是说技巧上，对，你觉得你有什么样的
就是我就一直在学习嘛，因为我觉得，就我就会看一些做爆款视频的人，卖的很多人，一个月赚20万、40万的人，他们在做什么？那你，他们做的，你跟着抄，你赚不了40万，那你赚个1万，总没问题吧？对吧？你懂吧？就是，就是我觉得所有人，这算模仿吗？对啊，就是模仿。很多事情，别人已经走出这条路了，你干嘛要 reinvent the wheel？ 你直接抄，就他们都说他都是互相抄。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们都看那个纳瓦尔的书嘛，对，他其中就说到一个，就是你没有办法靠模仿别人成功，就是说你可能就是说只能在成为你自己这件事情上，对，让所有的人就一骑绝尘，所有的人都赶不上。是，但是如果你模仿别人的话，就是说你永远不可能成为另外一个就算很成功的人。那比如就像你说的，就是说我其实模仿，我可能就已经做到 top 20%。所以这个模仿其实它更多的是一个80-20，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说我看到一个爆款视频，我研究它为什么成为一个爆款，我研究为什么这个东西能卖货，这是一个数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个是不太，这个是怎么说？就跟你的物理原理一样，这个变化不大。就它能卖的原因，就比如说它能抓到客户的需求，它很好的展示了产品的一个痛点。然后就它整体的这个数是在那儿的，然后你的 20% 就是你要加进自己的 flavor， 就是你要跟别人一样的话，那你也不会成功。就你 80% 是一个大方向的一个正确的道路，数的方面，然后 20% 的话就是找到你自己适合自己的一个方式。就相当于我 80%， 你看我理解对不对？就是说 80% 就是说。它很多底层逻辑其实 marketing 可能都是类似的。对。我不管在抖音上 marketing 或者小红书 marketing， 我可能有一些就是说它的算法我可能需要去研究它，但是我底层的人性嘛，底层就是人性。是的。人性可能是共通的。对。但是在这人性的我对它的理解的基础上，我加的那 20% 就是说，比如像我 Casey，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就是说我喜欢什么，我有什么样的好恶。这个就决定了我这个品牌的一个走向，对吗？就是说我可能，这就是我不模仿别人，并不是说我不去学习，而是我要去学习他们。就是说，它这个东西就像物理一样，你说的物理，就是说背后的底层逻辑是什么？是的。我这个底层逻辑我是需要去学习、去掌握的。通过这个来看，就是说人到底是怎么思维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然后我。发挥我自己的，不管我的人生经历也好，我的一种态度也好，然后把这种东西放在我的产品里。是的。就是我觉得有道理。如果你跟别人完全一样，那肯定你不会说做得太好，但是可能原理是一样，但是用你的方式展现出来。明白。然后对于用户来说也是一个更新奇，就是他相信你的一个方式。我觉得的确是这样，因为我在想，因为我就想到我做视频的事情，就是说我知道有很多博主，比如他们做得非常好，是的。那我做视频，就是说他们感兴趣的 topic 我不一定感兴趣，但是我可能需要去研究它，就是说我这个，比如我剪辑的过程中，是的，我需要把什么精彩的东西放在前面，让用户留在这里。是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人性嘛，因为大家觉得我的注意力经济嘛。对，就是说我可能只看最开始的5秒钟，是的，这是人性，你没有办法变的。但至于做什么样的选题，这个就是说可以取决于你自己，比如你的爱好是什么，你的兴趣是什么。对 ，OK。我感觉有一些大博主，就每个博主他是有一些自己的特点的，但他本质上还是说，就是他能吸引客户的底层，就是第一性原理是一样的。就是不管你是情感价值，你是提供了教育价值还是娱乐价值，对吧？它的底层原理是一样，但是你的展现方式可以根据你的个人来有一些怎么说变化。底层逻辑就是人性啊。对，是的。我觉得人可能人和人真的就是最基础的东西就是一样的。对，是的。而且就是你学习不同人的方式之后，然后你会总结出一个最适合你自己的一个方式。就每个人都有最适合自己的方式，然后你
当你看过足够多之后，你能通过掌握一些规律，然后来就是找到最适合你的方式，但它本质的底层逻辑是一样的。就切入的角度。对对对，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切入角度。是的，是的。就像你刚刚说，我觉得一个是对成功人祛魅吧，就是其实大家最后都是普通人，就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 imposter syndrome， 就是你看到那些很厉害的人，他也是有自己的 imposter syndrome， 就是人只是，我觉得人性吧，都是只是跟比自己厉害的人比，他不会比自己低的人比。所以不管是什么明星啊，特别有钱的人，他总有往上走的那些，往上比的那些人。所以当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就发现其实我们离他们的距离没有那么远，就是你只要相信自己是能成为那种人的话，那你就会成为。因为都是人嘛。对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是的，非常公平的一件事情。是的，是的。然后我觉得，就不管你干什么，你最大的力量就是你能相信自己，就是要相信自己是可以干成事儿的，相信自己是有这个能力，相信自己不是拘泥于你现在的一个生活状态。因为我觉得很多人焦虑啊、纠结，其实本质上是他想要的比他现在有的多，你总想要更多的东西。然后当你真正开始做的时候，其实你反而不焦虑，因为你知道你在往那个方向走。我觉得焦虑的原因是你知道你想要，但是你觉得你自己够不到，你觉得你自己做不了。所以就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真的是最好的时代，就是不管是 AI， 不管是自媒体，不管是各方面，就真的是普通人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最好的时代。因为你有一个免费的杠杆。真的。而且学习的门槛也很低。对，原来你可能需要什么去好学校你才能接受到一些教育，现在只要你有网络就可以接受。我觉得就现在大家信息是过多的，但是可能更多的就是你要行动起来。因为我自己也是，我是那种想得多做得少的人，然后我意识到这一点之后，那我就要马上的开始行动。当我动起来之后，不管是做多做错还是做对，就只要我在动起来，那可能我现在不是正确方向，但我慢慢也会转到正确的方向。其实我在想 AI 不是降低了知识的门槛吗？其实它会不会让现实中的体验，就像你刚才说的，我在现实中我去做某种尝试，这种东西反而是 AI 它不会拥有的知识。是的，就是说我能教给你一个书本上的知识，就是说我能总结得非常好，告诉你比如基本的物理原理啊这些。但是就像比如像你在卖货的过程中，你可能需要去学习我怎么和人打交道，我怎么去理解人性，就是说，而且就是说我怎么找到一个自己很合适的角度去理解这个人性，然后就是发挥我的价值。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反而会变得越来越可贵，但这种东西可能只能在你现实中一点点去做才能学到。对，这种课程是没有办法靠 AI 告诉过你，因为它不是知识。对，之前我听到一个播客里面，它就叫这种东西就叫什么 unteachable lesson，就是人生经验的这种东西。就像父母可能告诉你，就是说就是说，就有点像那种一些忠告，就说你不要怎么做。但可能从小孩的角度，他会觉得这个都是你们老生常谈，或者都是你们上一辈的东西，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但是这种东西你只有在你自己遇到一些事情之后，他才会教会你。是的。就是说原来是这样的。对，原来在这种情形下，就是说它会这样的道理，它是有一定的价值。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就可能真的只能靠事儿来教人。是的。就是说，那种知识可以，就比如像那种传道授业那种，它没有办法来解决你遇到的这种问题。是的。就像我过去半年，我觉得我挺焦虑的。然后我也看了很多书，我觉得是因为我焦虑，所以我才想去看书，因为我想看大家的解法是怎么样。我觉得的确是有一些解法，但是当你重新回到某一个很焦虑的环境中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纵使有很多知识，但是你还是会陷入那样一种很深的焦虑。是的，是的。
这种可能只能靠你自己，就是在事情上慢慢去磨你的这个心性吧。是，然后让你觉得变得自己更强大或者更勇敢的人。就像我最开始，我们聊天我就提到，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勇敢的人。然后所以我就很好奇，你这个勇敢是从哪里来的？我觉得可能就是你的人生经历吧，就是说，不是，可能也不是你的家里给你设计一道，就是说我怎么把开塞培养得更勇敢，但就是这样一个 naturally 的过程，就让你变成一个更勇敢、更独立的人。对，我感觉就是从做事儿的过程中，然后你一点点做成事儿，然后你知道哦，我是可以做事儿的一个人，就是你更相信自己能成事儿，就建立了那种对自己的信心。对，就是你相信自己能干成事儿，然后你一点点做一些自己舒适圈之外的事儿，因为你老待在自己舒适圈之内，你是没有办法培养更高的能力的。对，一点点尝试自己，让自己在 uncomfortable situation 一点点成长，对，然后再慢慢扩大你的这个舒适圈。对，所以就是一点点做事儿，从小开始。对，而且说白了就是知行合一嘛，就是道理大家都懂，但是我刚想到一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你告诉小孩这个水很烫，你不要摸它，开水，他可能知道这个概念，但他无法理解。但是你把他手就放在那儿，他不知道烫是什么意思。对，但你就让他烫一下，他就知道哦，这个疼，他不会去摸。所以你可能就是要从事儿中，然后一点点锻炼自己的能力，然后一点点往大做。因为我感觉，尤其我很喜欢看一些人的成长经历嘛，就他们都是从一些小事儿一点点开始做大的，不是说可能二代那种直接接家族产业的不是这样，但是你要说自己从零开始做的，他都是从一点点开始做的，没有谁一开始就是大公司，大家都曾经是小公司。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博主、大公司，它曾经都是一个小公司，对吧？对，都是慢慢找到自己，就是其实我觉得工作只是可能人成长的一部分嘛。对啊，就是说我觉得成长本身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是，就像你说的跳出舒适圈，我现在为什么想和你聊一下我觉得我今天就有很多的收获，就是说我觉得一个最浅层次的收获就是说我知道圣地亚哥还有这么美的一个地方。因为我自己我可能就是不会走到这个地方，然后跟你聊天走着走着然后就来到了这个地方，我觉得就这是我一个就是最能感知到的一个收获。然后再往上的话就是说我觉得我可以看到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是，我觉得有些时候人的恐惧就来自于未知。但其实很多东西就是说都是脑子里想出来的。就像我们最开始聊到，就是说可能我碰到很多企业家，或者世界首富，是，我会把他想得非常强大，就其实可能他也没有那么厉害，他也没有那么强大，他可能也是一个普通人。就像我们面对一个未知的丛林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可怕，那是因为我们会想象里面有很多怪兽啊、野兽啊。我之前就是听过一个很有趣的说法，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一代人都是那种悲观主义或者小心谨慎的人的后代。是，因为这种人才会在那种原始森林里活下来。尤其中国人、东亚人，对吧？咱们是谨慎的后代，美国人他就是打仗的后代，所以就性格不太一样。对，就是我们基因就是在进化论的过程中，就是说我们已经筛选出来，我们都是那种非常保守的人。对，所以我们当年没有被野兽吃掉。但是其实现在这个社会呢，又是一个非常安全的环境。是。就是说你是不会在现代社会被饿死。是的。但是我们永远都有那种会被饿死的恐惧在。是的。反而就是我们周围的环境就是很安全的时候，恰恰是那种勇于冒险，就像你说的，勇于跳脱舒适圈。这样的人，他往往我不说世俗上的成功嘛，就他至少可以实现自己的价值。他能找到很多乐趣。对吧？就是说我喜欢某件事，我就去做好了。这个社会其实给你提供了很多便利，你可以去做你的事情。就你不会被一个所谓的家庭或者就是说我出生或者什么东西所束缚。是，但是我觉得美国是一个只要你努力肯干，你都是有机会的一个地方。
就是不能说到很上层，这个不好保证，但是我觉得舒适中上层是没有问题的，不管你是什么出身什么环境都是可以的。我记得之前就你知道孙玲吗？她是一个在什么国内厂妹，原来就是在那种工厂里，然后她可能装配线上，对，然后她自己学习出国，然后现在在谷歌当码农。我就觉得如果这种人就基本上是最坏情况的人，这种家庭环境都可以在这边达到这种成功，就是至少说相对上已经很舒适的一个环境的话，那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对吧？就是你只要想干都是有机会的。对，可能就人还是要勇敢一点。对啊，勇敢一点。就是我觉得更多是相信自己，就你如果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话，那别人为什么会相信你？你最大的支持者首先是你自己，你觉得你自己能成事儿，你觉得你自己是个厉害的人，那你就会成为一个厉害的人，你就会愿意去挑战一些你自己之前不敢挑战的事情。对，我之前就不是一个特别相信自己的人，我就觉得我觉得相信自己就是说你要觉得不管把自己放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你都能成功。但是我觉得我在考虑我从小到大生长的环境可能就一路都挺顺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有些时候你没有办法判断是一个好的环境造就了你还是你自己造就了你自己。所以我现在就是我想去尝试的事情就是说我想比如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比如我有朋友他们要去野外背包旅行，那我就想参与他们，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就是说我觉得如果我能达成一些就是说让自己觉得骄傲的事情，那我就能慢慢建立自己这种自信心嘛，就你就会知道其实你不比别人任何人差的，就是说你去至少就是说你能看到自己的一个进步。就是说我会勇敢去挑战很多不同的事情，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能收获不管自己身体上觉得我会变得更强壮，或者我精神上会变得更强壮。所以我觉得人生的很多困难其实我觉得反而是好事儿。因为你经历的困难越多，你会觉得原来我挺厉害的，是对吧？我能 get through 很多东西。但如果你人生就是在别人看来感觉好像很顺的时候，这个时候反而让你觉得我真的有那么厉害吗？就只是因为我很顺所以我能走到今天，还是因为我自己很厉害能走到今天？因为我觉得人对自己的自信就是说他不是天生的，就不会有一个人他觉得我天生就很厉害，而是他要在一件又一件的事情中间他会慢慢建立自己那种就是对自我的尊重。对，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说他知道我的能力的边界在哪，然后他会觉得我至少我是佩服我自己，我不能说结果我做得很好，但是我觉得我有这个勇气去承担一些生活扔给我的一些困难。对，至少我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这可能是我想去让自己进一步成长，就是说让我能变得更勇敢的一个方式。我觉得你挺厉害的呀，我感觉就是你想首先作为一个外国人能在美国就是过来上学找到工作留下来，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就是你想这么多美国人你把他扔到中国让他去生存，不是所有人都能干到的。我觉得就是可能更多的是要更 appreciate 自己的一些，就是可能你不觉得是一些很厉害的成绩，因为你旁边人都是这样，但我真的觉得不是那么容易的。对，有些时候会有一种那种 tag along 的想法。就相当于我其实就是跟着周围的人，就相当于怎么说呢，就像上次我们那个对谈不有个企业家嘛，就好像我周围有些厉害的人，他们做啥我做啥，然后你好像也就到了今天这一步。也很厉害啊。我觉得你肯定，我不知道你国内上什么学校，但是我觉得肯定也是好学校，然后你能读博，我觉得能读完博士的人都很厉害。世界上这么多人，有多少人说能读完一个博士学位？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很厉害很厉害的成就。
我觉得可能更多是也要更就是 appreciate 自己一点，就是不要 take it for granted，你懂吗？就是能有这个，能到美国能读博，然后以一个第二语言作为一个外国人在这个地方扎下一个根来说，我觉得这真的很厉害。就可能还是要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其实已经走过挺远了，是吗？真的呀，我觉得读博多难呀，我读不下来博，对吧？我觉得能读完一个博士的人，首先这已经能证明了你是能扎下心来，能沉住气来，能专心在一个东西上研究6年、7、8年的人。然后你想，你也进了很好的公司，对吧？这是很多人的 dream company。当然，可能你在公司里面，你觉得你的祛魅了嘛？对啊，就是你进去之后祛魅，但是你没找到这个工作之前，你肯定也觉得我进了这个公司，这基本上就是 top one company in the world。就是我觉得你如果真的扩大到全世界来说，就可能0.001的人能做到这点，所以我觉得我们都很厉害。真的，我真的觉得大家都很厉害。就是可能也要发现自己身上的闪光点。对对对，是。我觉得可能因为我们旁边人都是这些人，所以我们慢慢忘记了原来自己其实也是很厉害的人。只是因为我们旁边都是很厉害的人，所以我们忘记了这些事情。我可能最近的一个思想的转变就是说，我非常赞同，就是说我可能需要 appreciate， 就是说自己走过的路，对吧？是。就首先要感谢自己，就是说其实自己已经带着自己走过了这么长的一段路了。是的。但同一方面，我也渐渐意识到，就是说其实很多外界的光环嘛，就是说你慢慢就是会发现，其实和我没有太大的关系。对吧？因为就是说，我觉得苹果很厉害，或者就是说，谷歌很厉害。对。那是因为他们的 founder 非常有 vision， 他建造了这么大一个能把他自己的价值传播到全世界的这样一个公司。就是说，你能加入这样一个公司是你的幸运，因为你能和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或者曾经最优秀的人一起工作。就像你之前说的，就是说我宁肯当凤尾，对吧？然后我可以督促自己成长。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我们也需要意识到，就是说并不是你在一个大厂，或者并不是你在一个名校，这就是等同于你的价值。而你的价值你是需要自己去赋予。就像你说的，就是说我回看自己的路，我是对自己的肯定，而不是因为我觉得我加入了某一个 logo， 就和我买奢侈品是一样的。我并不会因为买了这个奢侈品，我让自己觉得我好像就进入了某一个圈层，我让自己觉得更良好。这种我觉得这种能量就是说它还是从外界来的。就我现在可能想更多去 explore， 就是说我怎么让自己 appreciate 自己走过的路。我的能量是从我自己这里来的。就我不管外界怎么看待我，就是说他们觉得哇你好厉害，或者他们觉得你好差。我觉得最好的一个境界，我想追求的就是说，之前他们说那个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嘛。就是说我不会因为外界的条件影响我对自己的价值判断。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很完整但是又很连续的个体。我不会因为今天老板批评了我，或者明天老板表扬了我，这一天的差别我就会觉得一天低一天高。就是说你人是一个连续性的个体，你昨天的价值和你今天的价值应该是一样的，而不是取决于就是说这个人说了，就像做自媒体，下面可能有一句人骂了你一句，下面又可能有人说你做得好棒。但是怎么能找到一个自己的可以锚定自己的价值，就是说这个价值我是自己给自己。我觉得这是我可能现在比较想去追求的一种状态。就这样的话，我不会活在外界的一个不管是好或坏，我觉得这两者都不好。就是说我活在自己对自己价值的定义，就像你说的，我能看到自己每天的进步，对吧？我今天觉得没有浪费，或者就是说我甚至不去定义浪费，我觉得我今天过得很开心，我觉得我对我自己这个人生来讲，我就是有价值。而不是因为就是说今天某一个同事或者某一个老板说哇你做的真棒，
就有点像幼儿园那种，你知道吗？就是说今天老师说哇这个小朋友做的真厉害，然后你就觉得哇好开心啊，我在这个社会这个群体里面有价值，而是就是说我自己的价值观是怎么样的，然后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我今天有没有践行我的这个价值观，我有没有让我自己成为我想成为的人。就你当然你想成为的人在别人看来不一定有价值，但是就是说自己去赋予那种力量吧，我觉得我觉得可能就找到你的锚点，人生的锚点，就你觉得你是在往你的那个 North Star 在努力的那种感觉。对，我觉得对于我个人来说的话，就是我的家庭，就我不能说我现在能力还不能说我能帮助很多的人，但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能支持我的家庭，给我一个家庭很好的环境，这就是我的一个 North Star，就对现阶段的你是非常有意义的。对，当我的能力能很好 cover 到我的家庭之后，我可能会考虑到就是更多的去帮助别人啊，帮助社会。但至少我现阶段的就是方向就是说我希望给我家人一个很好的生活环境。就比如说我未来的孩子，或者说我妈妈过来这边，我希望就他们都能有一个舒适的环境，就这就是我的一个价值，我现阶段的一个价值。所以人生的价值都是在你这个现阶段给自己定义的。是，就我觉得可能我至少我个人来说，我是需要一个比我自己更大的一个价值。就我觉得就先是小家嘛，能把自己小家也好，所以我想努力，我想成长，也是为了我未来的一个家庭的一个那种，就感觉有一个更大的 motivation 在推动你的一个感觉。真的很棒，可以，真的很棒。那我们谢谢凯西。好的。我们第一次录这种采访的视频，我觉得我们聊了很多。是的，谢谢我们的小助理。谢谢。Hello，拜拜。拜拜。